这个就是预雇族的这个头饰。现在就是在这个预雇组织之线，然后这一个线不是很大，然后也是很干净。这些预雇族的一些首饰啊、服装啊，其实跟藏族的还是有区别的。神鹿啊，这个料子还挺好看的，这个也不错，这个很大气。这帽子好多款式哦。对，那个你拿的这个就是我们西部的，西部的预雇族的，对，东部的它就是这个顶，你看顶会大一点，圆一点。它跟那个区域不一样嘛，它那边的话冷得很嘛，冷，它就把这个顶做大一点，这个就已经是改良了。本来它是这种直筒的，哦，就完全这样子上去，对，这样上去直直的，大的。它这样看起来，其实你看比较美观。你的这样一取就，这因为是我们加工的嘛，因为这样戴了，以前的话就会矮一点，比这个矮一点，因为我们就觉得这个弄高一点它会好看嘛，戴着好看，又大又圆哈。我就感觉你像个少数民族。对，很多人，而且我又黑，主要是。哦，这样子是吧？那头发是不是要像他这样子，要编辫子那种？小的时候嘛，就基本上就编2条辫子嘛。啊，就是这样子编2条辫子。小的时候我们都没有理发，没办法理发嘛，就都把头发就留得长长的嘛。哦，那时候头发应该很好看的，长长的、粗粗黑黑的，对，因为也没有太多那种工业的东西。对，现在就你看烫的，他会这样子吗？就那样，是吧？它还是这样子，还是这样子？这个不影响，这个就属于那种飘带嘛，你就随便，就是那时候骑马干啥嘛，你不可能天天注意它是怎个样子的。这个就是预雇族的这个头饰，就是少女啊，没有结婚的，就是姐姐小的时候呢，也是就是戴这种的，哇，这个好看。今天晚餐呢，就是预雇族的这些特色的美食，一碗酥油茶，然后这个叫做呢，锁阳饼，它其实是煎炸脆脆的，里面脆脆的，它是要泡在这个奶茶里面泡着吃，这样子。它稍微比较硬，所以你可以把它放在奶茶泡久一点，然后。奶茶如果不够的话，它这边也会上一些，在旁边备着，然后你直接倒过去就好了。然后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很特色的就是这个牦牛排，然后它是整一大块这样子，这里大概是半斤，它里面没有太多的调味料，这是我非常喜欢的。它这个真的很棒，就用水煮加一点盐，它肥瘦相间，然后还要配上刀让你这样子去割。我给你看一下这一块，哇，这块比较大，这块就是牦牛排这样子，然后会配上这个生的这个葱蒜，这个生的蒜，这个生就是肉配这个葱啊，在北方好像是比较流行的，就日常的吃法。这我比较少这样子吃，所以我刚才吃了一个，觉得还蛮不错的。因为一直以来我觉得蒜头生吃会感觉胃很不舒服的感觉，有点辣辣的，但是我感觉它配上肉真的很好吃。一口大蒜，然后配上一口牦牛肉，然后这肥的这边它不会很腻。就配上这个生的蒜的话，真的不会感觉到太腻，因为吃肥肉啊，感觉真的是很腻。这块牦牛的肉，那个瘦的、肥的，然后这些油、那些筋，真的超棒的，因为它很健康，没有添加任何的这些过多的调味料。如果
果你有来玉姑族这个自治县的话呢，就是非常推荐大家来这一家餐厅，因为这家餐厅真的就是首先老板挺热情的，你进来老板会给你介绍。还有就是一般这样子这种牛排对不对？它是按98块钱1斤。那因为我是一个人过来嘛，通常他不会半斤这样子卖，所以我跟老板磨了很久，我说我就一个人，我想要半斤就好了，然后我加上奶茶加上饼就刚刚好一顿。如果你一个人这样子吃，其实一顿就刚刚好了。如果是2个人的话，那就叫1斤这个，然后叫2碗奶茶，然后饼的话其实要1份就可以了。这样的1份的话呢是5块钱，就是一个饼，这个锁阳煎饼。然后这一碗奶茶呢是15块钱，它的奶茶稍微我在甘孜藏族自治区那边喝的稍微不太一样，它的咸味不会说太过浓重，而它很浓郁，它里面有放一些等一下我可以问一下那个服务员，他放的是像一些粉，是糌粑粉还是什么？是一些粉，然后还会放一些像枣一样的这个是我喝了这么多这个酥油奶茶当中，好像只有这一家，就只有玉姑族这个奶茶是有放这种像枣一样的。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枣，它又不像那个红枣，它是小小的一个，但也很就是粉粉糯糯的。玉姑族的话，它也会分东跟西，就玉姑族大概是在这个叫做康乐草原那一块。然后刚才在那个特殊民族服装那个姐姐有跟我介绍，就是他们的帽子。那东玉姑族的话，他们的就是传统的帽子可能会稍微比较高。然后还有就是西玉姑族这一块跟东玉姑族这一块呢，他们俩的语言是不一样的，就是彼此说话其实是听不懂的。虽然都是玉姑族，但东玉姑族和西玉姑族他们语言是不一样。那东玉姑族呢，它是说的是像蒙古那一块的，那西玉姑族呢，它讲的是就是突厥这一块的语，就是从整一个语系下来，就大概是突厥语系。那还有就是像是他们是游牧民族，那游牧民族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就已经不游牧了，因为很多地方就是禁牧的，就是不给你去放牧啊什么的。对，然后像是刚才那个姐姐他们家的话，爸妈还在就是放牧，然后会有分春牧场、夏牧场还有冬牧场。秋牧场呢他们是没有的。然后如果到秋天那一块的话，他们就会去租，就是种植的这些农户，然后他们不是有一些玉米这个杆嘛，看到他们就是租那一块地，然后秋季的时候就在那边，然后让牛啊羊啊在那边养肥，之后呢就是入冬了就需要迁徙到冬牧场这一边来的。对于他们的就是服装方面呢，其实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就是他们会有那个，我感觉有点像哈萨克族有驯鹰的感觉，就是有那个鹰代表，就是那个雄鹰代表的那个文化在。玉姑族这个少数民族，好像据统计目前只有1万8，就2万不到。就东玉姑族和西玉姑族，他们这两边大概也就是几千这样子，就人真的很少。如果我今天没有，就是我的旅程是没有去那个马蹄寺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有这一个民族。就是因为去了这个马蹄寺，然后我就搜攻略的时候就发现，有个就是玉姑族这个少数民族，所以我就对这个少数民族非常好奇，因为真的没有听说过，而且人真的很少，可以说是少数民族当中人数最少的其中之一。他们的饮食习惯其实跟藏族很像，因为他们都是信奉那个藏传佛教的。然后奶茶、酥油奶茶，然后这文化其实是差不多，然后加上现在就各个民族其实都可以结婚嘛，可以通婚嘛。其实很多玉姑族就已经跟比方说藏族啊或汉族的结婚了，所以年轻的娃娃就很多就已经不会讲这个他们的本地话了，因为他们没有文字，就只有语言没有文字记载，其实很多时候就很容易就是当地的文化就慢慢的随着时间可能被遗忘啊，不被重视，然后慢慢的流失掉了。现在呢，就是要去找这个博物馆，它那边好像有停车场，然后今晚就在那儿，明天去看那个博物馆。之后刚才那个姐姐有跟我讲，这里之前有一个世界上最大的转经轮，然后现在好像是第2大了，所以明天去看一下。现在去找公共洗手间，然后来到这个滨河路。哇，这个小城市真的其实很宜居，因为它吃的买东西都很方便。如果你是很喜欢安静的人哈，我真觉得这里很适合，因为在大晚上的真的几乎看不见有那些摩托车啊，那些外卖车哔哔哔这种声音，然后
几乎这边都没人，整一条街都没人。然后晚上可以沿着这个滨河路可以散散步啊，走一走。你看这车上，这车上，这整个街道上车是挺多的，但是街道上几乎是没人的。这个公共洗手间里面都没有灯了，没赶进去，算了，还是走吧，沿路返回。真的很久很久没有试过，在一个城市里面，然后几乎是没有车没有人的，超级安静的，然后路宽干净，真的好喜欢这样的城市就在这里晚上这样子走一走，整个人的心都非常静，就很舒服。这个跟我在亚青市那边看到这个店很像。我发现我在阿克苏那边停的时候，旁边的公园也是有人在唱歌，然后我来到这里，在这个公园这边又是有人在唱歌，好像每个小县城的公园都少不了要有一个大哥大姐在唱歌。这个县城就是这个给我感觉是裕固族，他是信奉的是藏传佛教。然后如果像是没有，因为它整体我今天转了一下，这整体它不会，它的建筑还有它的人的穿着啊，还有其他的这些装饰啊，没有过多，就是过多的这种民族的元素在里面。当然外墙会有一些很独特的吉祥的一些花纹，但是它没有像是我在亚青市啊，或者在其他甘孜那边呢，就是很强烈的民族的元素在里面。如果我不告诉你它这边是少数民族，你可以看到它其实跟汉族汉族的建筑、汉族的生活其实是很像的。就是偶尔像是我现在走的时候，就是转就转到了这个公园，然后就看到有这个店，不然的话真的给我感觉真的跟就是汉族的生活已经没有多大区别了。当然没有完全的就是融入进这个裕固族，但跟那个老板娘吃饭的老板还有他的员工这样子聊，我感觉真的好像就是大家文化就是共享，其实也是还蛮深的很多人问我坐在车上怎么洗澡洗头，其实方法有很多，其中一种方法呢，就是找到这种慢冲装，通过接头的方式能够取电，能够烧热水，能够吹头发。今天到这个裕固村的博物馆，然后这附近其实很舒服。最近这2天，其实我都把车停在了旁边的停车场。这边这个博物馆呢是免费的，应该是要登记。你好，这边看是要登记是吧？而且它没有围起来，它真的就展示在这里。紧要式的壁画，然后这一块就是复原一个甘州回鹘的雅帐，它写的是雅帐。这个清代的龙袍尺寸真的非常大，这以前的人个子都这么大的吗？这个是玉石嘴汉烟具，哇，这个是以前他们的老照片。
这个玉米烧壳子，哇，这个超棒的，刚刚新鲜出炉。是，这个也好好吃，脆脆的。就是这些刚烤出来好吃哈，就软软的。现在走过去那个转经广场，听说是以前是全世界第1大的转经广场，现在是第2大。前方继续步行940米。男人的热情豪迈豪迈，日记让我了解，谁在所难？你的淳朴滋润我心田。白杨树已经黄了，再过1个礼拜应该黄的会更多，金灿灿的。这边放绵羊，那边放牦牛，然后那边是小区。在玉姑族自治县待了有1个月，就像跟我的人生按了一个暂停键。我来之前没有想到自己能够待这么久。刚刚到的时候，我就感觉这里很像甘孜藏族自治州，但是真正住下来，就发现我好像更喜欢这里了。我非常喜欢它的安静，马路上几乎听不见那些烦人的喇叭声，也没有景点里那些人挤人那种暴躁感。我只是一个在大自然里练习瑜伽、发发呆、看看云、看看马、看看羊、看看牛的人。哦，小猫咪，在这里的生活让我感觉前所未有的踏实感，而且在这里停车露营，没有太多陌生人的搭讪，也没有太多很好奇的人打探隐私。这种彻底松弛的感觉，就像把你一直弓着的背，某一天突然间松展开来。所以在临走的时候，我是很不舍得的，但我又无法忍受它的寒冷。我知道我肯定会再次回去，它就像我内心的一个应急电源，在我又累又麻木的时候，能够回去充充电，能够找回那个安心自在的自己。素楠，我们下次再见吧。面条的分量非常足，然后这个辣椒真的很香辣，就像老板娘说的是灵魂酱汁。Good morning, everyone。看看我在哪里？好冷呀！这是一个叫做玉姑族自治县。它是一个少数民族，叫做玉姑族。其实它跟藏族是很类似的。这个县真的超级无敌安静，自然环境就是整个自然的环境非常非常舒适，然后人很少。
已经准备就绪，已经在拍了，你就跳吧。哦，反正试都试了，再来一次。怎么不行？主要是那边太软了。主要是那个河就是离那个距离太宽了，下面对。试都试了，来，破罐子破摔。你看也不行啊，我到这儿，然后只能是在这，然后爬上去，对不对？好。OK， 哎呦，厉害，厉害，厉害！你算哪？